大家好，我是倪福雷，歡迎來到倪福雷闖關記，一個希望你越來越有錢的出海頻道。最近很多朋友找我交流 A 股，所以特意整理了一期關於 A 股的年度總結，應該是全網唯一的總結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幫助，也歡迎支持和訂閱我的頻道，相當於3杯咖啡的錢，就能換來長期提升投資能力的小收穫。很多人不願意面對的現實， A 股牛市的殘酷真相。表面看散戶占了將近70%的交易量，按理說行情一好，大家都該賺錢，但真實結果卻完全相反。也就是說，大多數人是在牛市裡把錢賠掉的。再看一組對比数據，上證指數全年上漲 18.4億，不少人因此覺得市場不錯，機會很多，但與此同時，散戶整體卻虧了 23.6%， 而機構的盈利比例卻超過 90%， 這背後的差距不是運氣，而是結構性問題。所以你會發現，行情反覆震盪的時候，真正重要的不是頻繁操作，而是能不能守住現金，看懂資金流向。相關的年鉴數據和資金曲線其實已經把邏輯拆得很清楚了。關鍵問題在於，普通人到底是在參與行情，還是在不自覺的接盤？接下來我們就順着這個問題一步一步往下拆。那問題來了，牛市到底是不是普通人的墳墓？牛頓在1720年南海泡沫中虧損後說過一句話：我能計算天體運行，卻無法預測人性的瘋狂。300年過去，這一幕幾乎原樣重演。當年牛頓在泡沫頂端血本無歸，放到今天2025年上證指數全年上漲 18.4億，看起來一片繁榮，但散戶全年整體卻虧損 23.6%， 這正是牛市最殘酷的真相。牛市從來不是普惠的，而是少數人賺錢，多數人虧錢。普通投資者往往在情緒最亢奮、價格最高的時候進場，最終成為機構兌現利潤的接盤者。之所以總是普通人接盤，原因並不複雜，信息不對稱，機構掌握的數據和研究遠超個人。人性弱點、追漲殺跌和高頻交易在牛市中被無限放大，資金劣勢，小資金在博弈中幾乎沒有容錯空間。所以對普通人來說，想在牛市裡不被淘汰，第一目標從來不是抓住所有上漲，而是先活下來，守住現金，避免盲目追高。接下来我們用具體數據看看市場是如何反覆驗證這一點的。很多人覺得這輪 A 股牛市來得很突然，但把時間拉長，你就會發現 A 股從來就不是標準的經濟晴雨表。從1992年到2025年，中國 GDP 增長了60到70倍，從2.7萬億到180多萬億，但同期上證指數30多年只漲 4.37 倍，從700點到3968點，中間有過2007年的5261點高峰，也經歷過2015年的大幅回落，但整體走勢和經濟增長幾乎不同步。這說明一個核心問題，指數上漲不等於大多數公司賺錢。再往下看就更清楚了，牛市裡最殘酷的從來不是漲跌，而是分化。2025年的 A 股是非常典型的結構性牛市，上證指數全年只漲 18.4億，深證成指 29.87%， 創業板卻大漲 49.57%。指數看起來很漂亮，但一到個股層面立刻變臉，典型的賺了指數卻不賺錢。從分化數據看，指數漲幅從 18% 拉到接近 50%， 但中小盤內部卻出現了 -2% 和 6.41% 這樣的結果，說明大多數股票根本沒怎麼漲，甚至還在跌。即便科技板塊整體漲了 35%， 散戶最偏好的中小盤股全年依然落後大盤12個百分點。行情高度集中在科技、AI、電子信息這些少數賽道，大量中小盤和散戶重倉股持續跑輸，甚至陰跌。對普通人來說，指數再熱鬧，真正能賺錢的也只是極少數熱點。與其幻想跟着聰明錢博弈，不如先認清結構分化，避開缺乏資金承接的個股，把本金守住。接下來結合資金曲線，你會更直觀地看到機構和散戶這場博弈是如何展開的。現在來看市場真正的博弈主體，其實很清楚，散戶在交易，機構在主導。散戶人數占 99.76%， 交易量占到 70%， 但持倉市值只有 28% 到 31%， 人多手勤卻不掌握籌碼。真正掌握籌碼的是機構，持倉占比超過 70%， 優勢也很明確，研究能力強，資金規模大，交易頻率低，持股更穩健，低頻操作帶來的年化收益率勇往超過 90%，
這才是機構能在結構性牛市裡持續賺錢的原因。而散戶高頻追漲殺跌，貢獻了大部分成交量，卻成了被反覆收割的一方。這張獵人與獵物的關係其實非常直觀，對普通投資者來說，想不虧錢，第一步就是遠離高頻交易，守住現金，等待真正低估的機會。那為什麼機構在牛市裡能穩穩賺錢，而散戶卻成了韭菜？看盈利對比就夠了。2025年上半年，散戶整體年化虧損 23.6%， 真正賺錢的不到 19%， 而機構盈利比例接近 90%， 這是碾壓式差距。原因並不複雜，機構有持續的信息獲取和研究體系，決策基於行業、基本面和概率，有嚴格的風控和倉位管理，幾乎不情緒化操作。而散戶更多依賴公開消息和短期情緒，在行情最熱時滿倉衝入，回撤一來又恐慌割肉，結果只能高買低賣把錢交出去。所以對普通人來說，守住現金，遠離高頻交易不是保守，而是最現實的生存策略。那為什麼機構在牛市裡能穩穩賺錢，而散戶卻成了韭菜？答案就在盈利能力对比里。2025年上半年，散戶整體年化虧損 23.6%， 真正賺錢的不到 19%， 而機構盈利比例卻超過 90%。這不是運氣，而是能力結構的碾壓。原因很簡單，3點就夠了。信息上，機構有完整研究體系，散戶只能看公開消息。研究上，機構基於行業和估值做系統判断，散戶更多靠情緒和碎片信息。再看一個幾乎每輪牛市都會上演的場景，槓桿在牛市末期的財富轉移機制。2015年6月18日，兩市融資融券餘額衝到 2.27 萬億，場外配資約5萬億，總市值達到 19.6 萬億。但僅17個交易日後，創業板暴跌 43%， 上證綜指下跌 35%， 機構精準操作轉走超過4000億財富。邏輯其實很簡單，上漲階段槓桿資金湧入，融資融券和配資放大漲幅，下跌以來高槓桿賬戶被集中強平，價格加速崩塌，財富最終從散戶轉移到機構。普通人最容易在情緒最亢奮、槓桿最泛濫的時候滿倉進場，結局自然是接盤。所以一旦看到類似信號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提前降倉、控槓桿，甚至空倉觀望，守住現金永遠比搏最後一段上漲更重要。把視角拉長，看 A 股多輪牛市的周期規律，2007、2015和2025三輪牛市並排对比，驚人的相似性就出来了。2007年，上證從998點飆到6124點，漲幅超 513%， 受股權分置改革、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居民儲蓄入市推動，開戶數從715萬暴增到 1.44 億戶，市盈率膨脹到 1.8 倍到 5.85 倍。2015年從2000點左右衝到5178點，創業板漲超 300%， 背後是經濟結構轉型、互聯網加熱潮和槓桿資金推動，兩融餘額衝到 2.27 萬億，場外配資更多，結構性上漲明顯。2025年上證從2900點漲到3800點，漲幅 31%， 創業板和科創板漲超 50%。 驅動因素包括活躍資本市場政策、新質生產力規劃和 AI、機器人等科技賽道。滬深300動態市盈率約15倍，科創50高達180倍， ETF 規模突破6萬億，估值和規模分化明顯。總結來看， A 股牛市大致每7到8年一輪，每輪背景和熱點不同，但散戶往往在牛市末期才大量湧入，滿倉追高，最終成為機構出貨的接盤者。這個周期規律反覆上演，如果不吸取教訓，很容易一次次重蹈覆轍。所以普通人最關鍵的是認清自身劣勢，在情緒最狂熱時管住手，保持清醒。再看2025年牛市的新特點，科技板塊主導格局明顯，北向資金淨流入超836億，公募基金集中配置半導體、AI 算力、人形機器人，科技股掌握定價權。ETF 規模突破6萬億，為市場提供充足資金，指數基金定投年化收益率可達 8%到10%，機構繼續主導市場節奏，散戶通過基金和 ETF 間接參與增加，但本質沒變，仍在追熱點，分化更嚴重。ETF 申贖過熱時還會放大波動。換句話說，即便參與方式不同，散戶想真正賺錢的核心難題依然存在。接下來我們總結一下，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，普通人到底該怎麼做才能守住本金，不被收割？
避免重蹈歷史覆轍。很多人以為追漲殺跌、頻繁交易能抓住牛市機會，但現實很殘酷，散戶年均換手率超過300%，機構僅約50%，高頻交易不僅增加成本，還讓情緒主導決策，行情一熱盲目追高，回落又恐慌拋售，高買低賣，損失慘重。沉沒成本讓人越套越深，賭徒謬誤又讓連續虧損後錯誤加注，結果雪上加霜。疊加高波動性和題材炒作，散戶容易陷入短期暴利幻想，最終81%賬戶年虧損，單筆交易平均虧超2000元，過度交易導致虧損比例高達50%以上。這張圖裡深夜盯手機的眼神，就是無數散戶的真實寫照。牛市最可怕的不是下跌，而是管不住手。普通人想不被收割，核心就是克制貪婪和恐懼，守住現金，遠離高頻和槓桿，等市場真正低估，情緒冰點再建倉，這才是散戶在殘酷 A 股裡活下來的硬道理。咱們用最直觀的对比來看問題，主動交易的散戶和被动指數基金定投，收益曲線完全是两個世界。左邊紅色下跌線是典型散戶軌跡，高換手率、追漲殺跌、FOMO 情緒和過度交易讓手續費和滑點成本激增，再加上心理干擾，年化虧損超過23.6%。右邊綠色穩步上升線是被動投資代表，低換手，長期持有寬基指數基金，分散個股風險，定期定額平滑波動，加上專業管理，定期定額平滑市場波動，再加上專業團队管理和研究優勢，最終實現年化8%到10%的穩定增長。這兩條曲線一對比就很清楚了。在信息和專業知識不對稱的市場裡，非理性的主動交易正是散戶虧損的主要原因。普通人想改变命運，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轉向被動投資，選好寬基指數基金，比如滬深300、科創50，長期定投，管住手，不頻繁操作，忽略市場噪音，讓時間和複利慢慢積累財富。刺激不多，但穩妥可靠。牛市守住現金，熊市逐步建倉，情緒狂熱時保持清醒，你就能從90%虧損散戶變成那少數真正活得滋潤的投資者。機構為什麼能一次次在牛市裡笑到最後？這張圖揭示了秘訣，核心是擇時加選股的專業組合拳。機構靠專業研究、精準擇時和高效選股，構建散戶難以複製的優勢體系。散戶1年換手率超300%，機構穩控在50%以下。在專業研究、風險控制、資金規模和信息獲取4個關鍵領域，機構成功率基本90%，散戶僅10%到20%，差距巨大。機構護城河體現在3方面：第一，擇時優勢，低吸高拋，牛市頂部縮量離場，低位布局優質資產；第二，選股策略，嚴格價值加成長雙標準，聚焦核心資產，2025年重點配置科技和紅利板塊，通過產業鏈調研發現價值洼地；第三，研究護城河，專業團隊全行業調研，資金優勢確保信息先人一步，完善風控體系，保證及時止損。正是這些系統化操作，讓機構在結構性牛市中效率碾壓散戶。普通人與其羨慕，不如清醒認識差距，學會借助機構力量武裝自己。咱們把目光拉回2025年這輪牛市，看看最新警示信號，別讓歷史重演。首先是結構性牛市陷阱，指數上漲，但個股嚴重分化，散戶未盈利比例高達81%。上證全年漲18.41%，創業板漲49.57%，科技板塊一枝獨秀 ，AI 產業鏈成絕對主力，而散戶偏好的中小盤股全年漲幅落後大盤12個百分點。這張曲線圖顯示，上證和科創板穩步上行，中小盤股下半年明顯走弱，指數亮眼卻掩蓋內部分化。其次是熱點輪動陷阱，半導體、AI 算力、人形機器人等科技板塊佔主線。傳統行業表現不佳，但仍有大量資金追逐，散戶難以持續跟進，容易追高殺跌。再加上 FOMO 心理，害怕錯過熱點，全倉追高，最終成為機構收割的獵物。信息不對稱也加劇了問題，機構掌握更多信息和資源，散戶難以把握機會。總結來看，2025年牛市表面熱鬧，但風險絲毫不減，追熱點、賭板塊、情緒化操作，只會讓你成為那81%虧損散戶中的一員。普通人必須吸取教訓，提前做好應對策略。面對2025年牛市陷阱，普通人最現實的策略就是遠離零和博弈。核心原則：不
不高槓桿，不高頻，不追短期熱點。正如巴菲特說的，不參與就是最好的防守。具體做法3條：一是定投寬基指數基金，如滬深300、中證500或相關 ETF， 長期年化收益約 8% 到12%。二是配置固收加產品，以固定收益為底倉，輔以少量權益增強收益。三是專注本職或擅長領域，通過提升能力增加收入。總結來看，認清差距，不盲目不易，穩健長期投資，才能避開牛市陷阱，穩穩分享到市場增長紅利。守住現金才是真正的尊嚴。面對機構主導的 A 股市場，最好的策略不是盲目入場，而是保持理性，守住本金。牛市裡最難的不是賺多少，而是不要在狂熱中把本金搭进去，認清現實，遠離高槓桿和高頻交易，不參與零和博弈，才是普通投資者的上策。說了這麼多 A 股的殘酷，如果你想尋找更適合普通散戶的投資環境，美股在制度完善、信息透明和長期分紅體系上更有優勢。通過低成本指數基金或 ETF 定投，可以規避短期博弈陷阱，讓資本隨時間複利增長，實現穩健財富積累。如果你還不知道如何開通美股賬戶，可以查看我在 YouTube 的系列視頻，我也會把開戶鏈接放到視頻介紹。優先推薦美國必備和嘉信理財證券，手把手教你開戶、入金和操作流程，讓理性投資更容易上手。到這裡，關於 A 股的盤點分享就告一段落了。最後聲明一下，本內容僅代表個人經驗分享，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投資、金融、法律或稅務建議。大家在使用相關產品時，還是要結合自身情況，合理選擇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，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，我會盡量回復。覺得有幫助的話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，還有打開小鈴鐺，這樣就不會錯過更多實用內容。我們下期見。